这消息就像风一样在宫中传开，迅速占据了所有人的嘴角。几乎没过2天，就迎来了沈如烟和燕王的大婚，婚礼热烈而盛大。然而，沈云轩不得不留在宫中，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切。虽然他其实并不在意。第2天，燕王和沈如烟进宫来请安，沈云轩和皇后一同待在慈宁宫等候接见。当沈云轩抬眼看时，发现站在一旁的李淑文正挺着大肚子，正如她曾经的怀孕模样，显得颇为喜庆。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心中暗想，这肚子和自己怀孕时真的很像，难不成他也？没等他想得太远，燕王和沈如烟已经入宫，2人穿着红衣，笑容灿烂，显得无比和谐。沈云轩微微一笑，轻轻收回了目光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燕王和沈如烟齐齐行礼。快起来吧。皇后的语气和蔼而温柔。太后看着李淑文抚摸着肚子，突然长叹一口气，眉头一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你们姐弟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开枝散叶，你们俩本来都没有子嗣，现在景晨一出生，陈懿贵妃又怀孕了，哀家现在就盼着文儿你能顺利生产，喜儿你也得抓紧啊。李淑文瞪了沈云轩一眼，那眼神像要从他身上射出火焰。他一直觉得这个小兔子运气好才能怀上皇子，没想到他竟然藏得这么深，居然还能用这种方式让他生事。而燕王李君贤似乎有了不同的想法，心里盘算着，如果陈懿贵妃能这么能生，那他的姐姐沈如烟岂不也差不多？沈云轩知道这是要继续挑衅了，嘴角一勾，他拍拍自己的肚子，笑得特别得意。母后，您放心，想来长公主和燕王妃也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。说完，他悄悄在系统里花了200多分，兑换了一个古代不孕丸，选中了沈如烟。系统小声提醒，注意，这可真是个强力道具哦。沈云轩回到瑶光宫，一边想着刚才的场景，一边琢磨着李淑文留在宫里做什么。他原以为李淑文心中对他的仇恨越来越浓，但此时他居然愿意留在宫中，看上去像是有其他打算。他抚摸着肚子，心里有些小得意。他这次用的是多胞胎丸，虽然不能指定数量和性别，但他相信宫斗好运系统帮着他生孩子，这事绝对不会有问题。正好这时李俊义走了进来，他看到儿子和沈云轩玩得开心，脸上满是满足的表情。自从小景晨出生，他简直成了亲子时间的狂热粉丝，每天都要来瑶光宫帮忙哄孩子入睡玩耍，简直把景晨当成了最珍贵的宝贝。景晨看到父皇来，立马开心地笑着，小手挥舞着抓龙袍上的刺绣，笑得咯咯直响。就在这个温馨的时刻，李俊义突然觉得下身湿湿的，仿佛意识到了什么。他赶紧将景晨抱起来，结果一看，只见那个小家伙正笑嘻嘻地尿了一大泡，全都尿在了他的龙袍上。龙袍上的水渍一看就特别明显，色差大到几乎可以当做皇帝的尿迹记号，若是不细看，还真以为是他自己不小心尿了。沈云轩忍不住笑，赶紧将小景晨抱过来，假装要打他的小屁屁，嘴里笑着说：小景晨呀，你太坏了，怎么能这么调皮，欺负父皇？小心长大了，父皇天天给你教育。燕王回府后，每天都精力旺盛地待在沈如烟的房间里，几乎没给他喘息的机会。看着他为了一个问题如此专心，沈如烟心中不免有些疑惑，难道真的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？燕王连续请了几回太医，每次得到的答复都让他更加恼火。最终他在太医面前忍不住发火：你们就是这么看待本王的吗？我可是这2个月天天守着王妃，吃饭都送到床头，怎么可能还没怀上？心里一阵沉重，燕王不禁怀疑，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靠硬拼来延续家族血脉？他心底突然升起了不祥的预感，难不成这个问题与萧家的男人有什么关系？一旁的沈如烟眼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忍不住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，这简直是他的娱乐时刻，竟然还有男人能让他不觉得烦。燕王见他笑了，心中火气陡然上升，愤怒地一拍桌子：你笑什么笑？我可警告你，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夫君，生死都由我来定。沈如烟见状，赶紧低下头，抑制住笑意，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柔声安慰：王爷您别急，太医一定能找到办法的，您放心。然而太医却被沈如烟那逼人的眼神弄得有些愣住了，结结巴巴道：这其实是王妃的身体有些不太好，恐怕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沈如烟一听，脸色顿时大变，愤怒地指着太医骂道：不可能，我妹妹都能怀孕，你这个庸医说话不清不楚，好好把脉。太医看着他的神情，无奈地低下头，王妃天生就没有包公，自然是没办法怀孕的，要实无医啊。他顿时感到自己像是对着一颗定时炸弹在讲话，生怕自己惹到麻烦。没有包公？燕王眼睛瞪得老大，差点没跳起来。我到底是娶了个什么东西？他简直要崩溃了，居然娶了一个古代连最基本的生育能力都没有的女人。看到燕王那副歇斯底里的模样，沈如烟心底一阵冷笑，默默在心里为自己点个赞。哼，这下连自己也能看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人了吧？然而面对燕王的愤怒，他还得保持沉默。燕王看他还想去找其他太医，直接甩了他一巴掌，怒吼道：你给本王安分点，哪里都不许去，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本王娶了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吗？沈如烟捂着脸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，拼命拉住燕王的衣袖。
王爷，求您了，再请别的太医吧，我不能没有孩子啊，你也不能没有孩子啊。燕王冷冷一笑，斥道：别的太医？你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本王的笑话吗？让人笑话本王娶了个不能生的女人。他冷眼扫过他，内心决定，若有哪个女人能替代他，生个儿子，那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在得知燕王偷偷纳了几个妾室时，沈云轩当然不觉得惊讶，他早就猜到燕王必定不甘心单凭沈如烟生不了孩子而停手。不过没想到这些事情竟然来得如此迅速，这才不过2-3个月而已，燕王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动手了。沈云轩和李君毅正悠闲地散步，享受着和风拂面的宁静时光，而慈宁宫中的气氛却一点也不平静。李淑文正抱着肚子，眉头紧蹙，痛得直冒冷汗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尖叫。她的腹部剧烈波动，产婆们愣在一旁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其中一位产婆急忙上前询问。肚子痛，生了。李淑文几乎是气喘吁吁地喊道。然而其他产婆的脸色愈发复杂了，他们检查了半天，发现宫口根本没开，而肚子里的胎位也并不像他描述的那样，反而他们摸到了一块坚硬的物体。太后，长公主的腹痛似乎不太对劲，一名产婆小心翼翼地开口：我们摸不到胎位，只有一块硬块，宫口也没开，看起来可能胎儿……她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但那话中之意已经足够让人心跳加速。太后的脸色瞬间一变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，幸好旁边的宫女及时扶住了她。那是什么情况？太后语气急迫，难道外孙已经没有了？还没等她说完话，就看到一群产婆和太医院的太医也匆匆赶来，甚至连隔着帘子也能看到外面的人头攒动。太后心里一紧，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就在她不自觉的用力时，长公主的一阵剧烈反应让她不禁一阵恶心，一股刺鼻的臭气瞬间弥漫开来。长公主似乎经历了一场生死挣扎，不仅让她的身体虚脱，还让整个产房一片狼藉，几乎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。她疲惫的命人帮她清洗并换上新衣服，决定暂时转移到侧殿。这太不寻常了。沈云轩看着外面的风波，心里有些复杂。他瞥了眼李君毅，看来长公主和她的胎儿好像不打算顺利出生了。第二天，消息传遍了整个后宫，慈宁宫出事了。李君毅听到消息后冷笑了一声，他心中清楚，李淑文若是挺不过去，自然会迎来他的结局，如果硬撑下去，也不过是成了一个古代无法言语的傻子。而沈云轩此时心中已有计较，决定利用梦境控制符来解决这一切。毕竟他此前获得的任务奖励正是这个符，他可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机会。他毫不犹豫地将梦境控制符的对象选定为李淑文，让他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如梦魇般回到他的身上，自己亲眼看清所作所为的后果。冤魂索命，绝对是他应得的报应。第二天，整个后宫的女人们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。镇国长公主不仅在产房中制造了混乱，现在还疯了，像极了当初她亲手为别人铺下的那条不归路。沈云轩露出了一丝笑意，心里默默想着，这场宫斗他绝对不会输。太医们一遍又一遍地确认沈云轩的脉象，差点没忍住欢呼，最终还是按捺住心中的激动，跪在地上，像是中了500万一样，兴奋地大喊：恭喜皇上，恭喜娘娘！娘娘这次怀的可不止一个古代，竟然是5个小皇子！哎呀，5个！李君毅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个古代难以掩饰的喜悦表情，心里默想，这下可不得了。再想起李淑文的情况，心中顿时一片舒畅。他急忙叮嘱太医们，朕赏你们3年俸禄，接下来要更加小心，确保贵妃和5个小宝贝都能安安全全的出生。若是都平安降生，朕再加3倍赏赐。太医们低头答应，内心感激涕零，想着若是5个都安稳下来，岂不是要换豪宅、换好车了？在瑶光宫，沈云轩正在进行一场天降祥瑞的大戏。他这次没有做太大阵仗，只是简单的用一些符咒和符石制造了一番紫气东来的景象。阿宁的天降奇石也随之派上了用场，画面美得几乎可以直接入戏。而就在他使出这些仙气时，京城东南方向的镇南塔突然发生异动，那块被称为神迹的奇石再次激动了周围的所有人，他的字竟然变了，从原本的护佑大起变成了一个古代令人震惊的4字：五子降生，神佑大起。这是啥意思啊？宫中众人愣了愣，难道是天意在为沈云轩送上5个小皇孙吗？消息飞快地传到了皇宫，太后府长赞道：看来让轩儿入宫真是明智之举，他真是个有福气的人，说不定未来大齐国的命运都得靠他来改变。说完，几乎是按耐不住的太后就听见瑶光宫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，响亮的像是打破了整个宫廷的宁静。太医和产婆赶忙进来报喜：恭喜皇上，恭喜贵妃娘娘，5位小皇子顺利降生，母子平安。太后的兴奋可想而知，快带我去看看这5个小皇孙，我得亲自抱抱5胞胎。我的天，真是福星高照。皇后也急匆匆地跟了上来，嘴里还嘀咕5胞胎，这小轩儿真是得天独厚。不过怎么说，生产时候的天降祥瑞，这一切怎么看咋像是穿越女的标配呢？她一边思索着，忽然又有些怀疑，可要是她真是穿越过来的，
为什么之前说的那些话他没反应？也许是我想多了吧。但眼看着5个健康可爱的孩子，一个古代的唇红齿白，面如桃花，乖巧的像是年画上的娃娃，皇后也觉得这是真是越想越神奇。沈云轩轻松地笑了笑，心里明白自己的积分这回派上了大用场，给每个孩子都用了跟景晨一样的标配药丸：启智丸、健体丸、百毒不侵丸、美颜丸。这些孩子似乎注定了要聪明又健康，未来必定让人惊叹。沈云轩见皇上并未急于晋封自己，便巧妙地选择了退一步，化被动为主动。陛下，若能为您生下皇子，学儿甘之如饴，愿意忍受一切辛苦，也不图任何回报，只求您心中有我，时时关爱我便足矣。李君义见他如此真诚，心中动容，决定不让他失望，随即下令将瑶光宫周围的几个宫殿并入，扩展他的地盘，并特意将陈毅贵妃的待遇提升至皇贵妃的标准。虽是奋力，但排场比皇后还要大得多。原本以为只是2个公主，没想到却是一胎5子。李君义感慨道：既然如此，5位皇儿要有不同的名字，以示区分。于衍、于翰、于琦、于琛、于渊皆为吉兆。一时间，陈毅贵妃的名字响彻京城，连沈如烟都听得目瞪口呆。怎么会这样？自己一生未能有子，他竟然一胎5子，天理何在？整个后宫瑶光宫的热闹程度可谓无出其右。沈云轩虽然有系统提供的药丸，根本不需要坐月子，但依大齐的传统以及太医的要求，他仍然勉为其难地遵守了月子的规矩。小景晨如今快1岁了，皇上和皇后正筹备着为他举办盛大的抓周仪式，文武百官都要请来，场面宏大，毕竟他可是未来的太子。一天，李君义开始教小景晨背《静夜思》，没想到小景晨居然能流利地背诵下来。李君义惊喜不已，接着又教他背《次北固山下》，小景晨一字不差地背出来。李君义高兴地笑了：好，从今天起，晨儿正式开始储君培养，他就住进太极殿吧，等朕上朝时带着他，让他早些接触朝政，或许几年后就能帮朕分担了。沈云轩见状急忙劝阻：陛下，晨儿还小啊，连抓周都没过，若是太早带入朝堂，未免太过急功近利，不如先让他学习些基础的东西，读读史书，背背诗文，再过几年再去太极殿也不迟。太子李景晨的抓周日子终于到了，皇宫的气氛如同狂欢节，大家都蜂拥而至太极殿，准备一睹太子的风采。当沈云轩出现时，他一身端庄，走得优雅，扶着他的皇上目光里全是爱意，抱起景晨的动作也满是宠溺。大家纷纷眼珠一转，开始仔细观察这位新晋的贵妃。皇后和侍从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堆精美的物品，有古籍、腰刀、金算盘、玉如意，琳琅满目。而最让人注目的当然是中央摆放的传国玉玺。沈丞相站在旁边，眼睛死死盯着玉玺，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停地给景晨使眼色：快去拿玉玺，快拿！他可不想看到太子动了手，选了旁边的脂粉或者芹，那简直成了笑话。但小景晨根本不懂大人们的紧张，他看到桌子上的一个古代玩具，眼睛亮了，觉得比那些沉甸甸的东西更吸引他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抓起了传国玉玺。场面瞬间凝固，大家呆愣了1秒，接着一片哗然。燕王忍不住酸溜溜地吐槽道：太子还小，哪里知道什么是资质？皇兄是不是太着急了？贵妃又生了5个皇子，干嘛这么早就定储君位置呢？李君义轻轻一笑，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。朕可不是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而是看中晨儿的能力。来，晨儿，背一背昨晚父皇给你念的《岳阳楼记》。此言一出，殿内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大了，心里想着皇上不会是受燕王挑衅，故意要跟他争个高下吧？然而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小景晨已经像模像样的开始背诵：庆历4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他一口气背了下来，完全没有一点磕绊。陆学士惊的嘴巴都合不上，太子简直过目不忘，真是为子心下凡啊！全场臣子都对太子刮目相看，心里更坚定了忠诚之心。阿宁，快，奖励要来了！沈云轩立刻兴奋地喊道：爹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生下5位皇子。任务奖励多胞胎丸50枚，除了生子任务，还有晋升和宠爱值的任务。不过晋升皇贵妃的事儿暂时还不能提上日程，宠爱值也满了。沈云轩开始在系统商城中挑选奖励，买下了2套钢铁盔甲，为自己和李君义准备。沈云轩好奇地打开系统背包，发现自己居然多了100个精灵花蜜，这个东西可是仙界的稀世珍品。他拿在手中，迫不及待地使用，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古代金银的小盒子。他眼睛一亮，忽然想到，若是将这花蜜售卖出去，那岂不是能赚得盆满钵满？而且无论是打点人际关系，还是将来自己开府娶妻生子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。宿主，你生了这么多孩子，一定得攒点钱啊！你可是吞金兽，不能空手而归。沈云轩心中一动，既然系统这么提醒，那他就好好规划一下，攒些钱为未来做准备。金灵花蜜成了他的新商机。这时他又想到了燕王府，最近燕王府的几个妾室也都快要生了，结果如何还不清楚。玉珠此时进来禀报：娘娘，燕王府的春姨娘已经生了，生的是个女儿。不过燕王并没有公开宣称这是燕王妃所生。
沈云轩微微一笑，心里已经有了些打算。看来燕王府的事情还得继续关注。燕王妃自此开始病重在床，完全无法见客于李氏，大家都知道这背后的原因。沈云轩一听便明了，燕王与沈如烟大概已经彻底撕破脸皮，才使出这招，把燕王妃禁足了。他不禁心头一动，想到某个关键人物，心里有了新的计划。宿主，目标人物已经出现，他是一个古代名叫李青允的商人，天生有商业头脑。看来这个李青允不仅有魄力，还是个能在竞争激烈的京城立足的人物。更让沈云轩眼前一亮的是，他正好从事与金陵花蜜完美契合的行业。太棒了！阿宁，立刻给我的眼线发消息，安排一下和李老板的会面，我得亲自去见他，谈谈合作事宜。阿宁，咱们能不能让这个过程更加隐秘些？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用？宿主放心，系统商城里有一个古代隐身斗篷，穿上之后能够隐形8个时辰，脱下来立刻现形，穿着它出宫，直到见到李青允再脱下，绝对没问题。每逢15，皇上都会在中宫留宿。然而自从沈云轩入宫以来，李君毅就完全不再去其他嫔妃那里留宿，而是选择独自在太极殿休息，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古代完美的机会。沈如烟的困境也顺利传到了李君毅的耳中。实际上，沈云轩的计谋和李君毅的默许，成就了他如今的处境。他也正享受着沈如烟曾经给他带来的甜美报应。此时的他正是因果轮回，尝到了曾经的恶果。经过一夜的忙碌，李君毅显得精神焕发，心情愉悦地走出瑶光宫。看到沈云轩身上依旧带着些许痕迹，他不禁关心道：“今晨不必到凤鸾宫请安了，你好好歇息，朕晚上再来看你。”沈云轩心中一动，马上意识到这给了他出宫的好机会。他急忙开口：“陛下，今天可是15。”哦，15了。李君毅一愣，忽然想起来，那朕今晚会在太极殿休息，你自己睡可别害怕，若是夜里睡不着，可以随时叫朕。沈云轩心中一阵偷笑，然而他很快察觉到系统面板上自己属性栏的状态显示有孕，孕于10月，备注自然怀胎。原来他的体质天生易孕，没用任何药丸也能够怀上，真是没想到。然而既然如此，他决定顺其自然。为了确保胎儿的安全，他也毫不犹豫地在系统商城购买了孕期顺利丸，花费了200积分。阿宁，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查出胎儿性别的？有的，宿主，这款照胎镜能查看胎儿性别，只需50积分，轻松搞定。沈云轩满怀期待，点击使用了照胎镜，片刻后结果出来了，这次怀的是一个古代女儿。他不禁喜上眉梢，内心充满期待。接着他开始准备和李青允商讨的细节，心中已有一番打算，只等夜幕降临，自己就能悄然出宫。晚风徐徐，沈云轩提前安排好玉珠和碧川守夜，并叮嘱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，自己则服用了安神药，准备好好休息，为晚上的出游做好准备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又能确保他不迷路，李青允和沈云轩约定的会面地点选在了离皇宫不远的一家客栈包间。李青允已经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，心里忐忑不安，他的眼睛不时扫向门口，仿佛每个脚步声都在提醒他，今天这次会面有些不简单。他不禁有些期待，听说贵妃娘娘手里藏着一种神奇的养颜圣品，这对于一直从事女子养颜和妆容生意的他来说，简直是天降的机会。他从草木花瓣制成的香膏到各种精油，什么东西都试过了，效果虽然不错，但总差点什么，特别是在减龄这一块，始终没有突破。突然间，沈云轩推门而入，带着一股温和的气息。李青允的眼睛瞬间亮了，心中一阵兴奋。他看着沈云轩从怀中取出了一小瓶花蜜，心中不禁一动。他小心翼翼地取了一点花蜜，涂抹在脸上，对着铜镜看了一眼，顿时惊讶，脸色变得更加白皙，甚至有些透亮。他注意到右脸上曾经留下的一道小小疤痕，原本隐约可见的痕迹似乎在瞬间消失了，皮肤竟然恢复得如此平滑。沈老板，他小心翼翼地开口，依我看，这一小份金陵花蜜最少能卖上100两银子。100两？沈云轩微微皱眉，显得有些吃惊。我以为能卖个几十两就不错了，毕竟这一小瓶花蜜，系统给我的成本才20积分。他心里暗自盘算，这花蜜是系统赠送的，并且分成5小份，带来的利润也不小。李青允看到他的表情，忍不住笑了。沈老板，是不是觉得太少了？放心，换个精致点的玉瓶，再分成5份，这样一瓶就能卖到500两，还能分5份。沈云轩挑了挑眉，看着李青允满脸的自信，他开始感到一丝惊讶。当然，李青允微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你放心，只要包装到位，采用现在最流行的青玉瓶或者琉璃瓶，里面的花蜜少一点也无妨，反而会显得更珍贵。他得意地解释道。沈云轩只得点点头，那就拜托李老板了。李青允笑得更灿烂了，沈老板放心，交给我准没错。沈云轩听着李青允的安排，心里其实并没有那么放心，但表面上他强忍住了情绪，面上依旧保持冷静。关于售卖的事，李老板就尽管负责，我只需要提供金陵花蜜。李青允一听立马乐了，放心，沈老板，玉瓶和琉璃瓶的雕刻一定得精致完美，其他的我都可以自己负责，包括材料，您就只管提供花蜜即可。沈云轩点了点头，突然脑海中闪过一个古代念头，对了，这瓶花蜜可以叫洛神蜜如何？李青允听了，
不禁一愣，洛神秘听起来很有韵味，挺不错的。沈云轩正打算进一步交代时，系统的声音突然传入他脑海：宿主注意，这个李老板他也是个穿越者啊！沈云轩震惊了，差点失声叫出来。他从未想到，眼前这个看似只是经营养颜生意的商人，竟然也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。皇后娘娘是来自未来的，而这个李老板又是谁？是不是也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沈云轩脑中一片混乱，却还是保持了表面上的镇定。他微微挑眉，看向李青允，忽然觉得这个商人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这几天，瑶光宫上下忙得不亦乐乎，工人们忙着收拾行李，准备着贵妃和皇上即将出宫的事宜。终于，出发的日子到来了，沈云轩心里也有些感慨。这几天，他利用技能把林才人和厉冲仪的好感值一番操作，成功拉拢了他们。5个嫔妃的心思也在他的巧妙周旋下，悄悄倒向了自己。任务完成的比预想的还要顺利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拉拢5位嫔妃加入你的阵营。任务奖励积分加1000，道具霓裳羽衣。系统的奖励也如期而至，沈云轩心中一喜，继续浏览任务更新。阿宁系统发布任务：经营商业，利润达到50万两。任务奖励积分加1000，利润盈2翻倍。看来系统的任务还在不断刷新，沈云轩心中有了些打算。就在这时，李青允发来的消息打断了他的思绪。第一批洛神秘已经开始售卖了。为了测试市场反应，李青允特地先给少数顶级 VIP 做了内测，效果出奇的好。这一下，整个京城的上流社会都开始谈论起了这款神奇的花蜜。沈云轩简直乐开了花，看得出来李青允不愧是个专业商人，他完全可以放心交给他经营。将所有生意交给李青允后，沈云轩也毫无顾虑，带着皇上一同离开了京城，前往行宫。这天，宫中传来一个古代令人兴奋的消息：锦晨小小的人已经能清楚地表达自己了。那天，他站在母妃的面前，指着贵妃的肚子，天真无邪地说道：“父皇，母妃肚子里有妹妹。”李军一听了，差点没从马车里跳出来，立即命人传唤太医，查看是否真如孩子所言。太医进来后，沉默片刻，才恭敬地说道：“恭喜陛下，恭喜娘娘，娘娘已有月余身孕了。”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遍了宫中，所有人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马车内外都弥漫着皇上的喜悦。小锦晨一脸疑惑地问：“父皇，母妃，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？”李君毅的眼中满是期待，差点没拍手称快，恐怕还得等9个月。不过公主的名字我早就准备好了几个，正好可以挑选一下。说着，李君毅从茶桌上拿起一张纸，上面写着锦瑟、锦露、锦山。他笑着对锦晨说道：“这次应该只有一个古代女儿，那就叫锦瑟吧。若是以后再有了公主，我们就用锦露和锦山。”小锦晨拍着小手，高兴得像是拿到了宝贝一样。锦瑟妹妹，锦瑟妹妹。消息迅速传开，贵妃再次怀孕的喜讯在宫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大家纷纷送上祝贺，宫中一片喜气洋洋。太后自从听说贵妃又怀孕了之后，简直成了紧张过度的代名词。她整日念叨个不停，生怕贵妃在行宫里得不到好的照顾，一旦发生什么差池，太后就非得当场哭晕过去不可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她几乎每天都写信催促皇上赶紧回宫，还不放心，给贵妃送了满满一车的礼物和东西。整个后宫都被她这番热情牵动，宫里其他人见状也纷纷送上各自的关怀。消息不胫而走，太后周围的小宫女们甚至都开始跟着忙碌，为贵妃准备些个小心意。最后，太后甚至有些兴奋的像是要迎接自己的亲孙女一般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当沈云轩终于见到太后时，太后简直1秒钟不愿离开她，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，连皇上都不在眼里了。她兴奋地拉住沈云轩的手，硬是要把他拉上轿辇，生怕他多走一步路。到了慈宁宫，太后果然早早安排好了丰盛的膳食，生怕沈云轩吃不惯，甚至准备了各种菜系口味，简直让沈云轩有些眼花缭乱。沈云轩一坐下，便看到那道辣炒山珍，顿时口水直流，毫不犹豫地夹了几筷子。他吃得津津有味。太后看到他如此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轩儿，这次是不是怀了个小公主？你看你这么爱吃辣。”沈云轩摸了摸小腹，轻声说道：“已经请周太医看过了，确实是个公主。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甜蜜和害羞。太后听后一阵欣喜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哎呀，我的孙女真是太幸运了，能有这么疼她的母亲。”最近沈云轩一直在安胎，京城的寒冬来得特别早，雪下的又厚又大，寒风呼啸。随着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她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。她时常坐在贵妃榻上，靠着窗户看外面的白雪飘飘，宫女们在雪地里打闹，甚至有几次她都忍不住想要加入其中，做个不拘小节的怀孕妈妈。这一天，皇后娘娘怒气冲冲地闯进了瑶光宫，气得几乎把门都快踹开了。皇后一气之下，狠狠地骂了半个时辰，嘴巴都快干了，嗓子也冒烟了，这才停了下来。她擦了擦嘴角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像是终于找到了喘息的机会。然后她转头安慰沈云轩：“小轩儿别怕，所有的事我都能解决，明天上朝我就跟去，直接找那些心术不正的老登算账，我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冤大头。他们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干就爱挑刺。”沈云轩听着他的安慰，
心里也有些好笑，皇后总是那么霸气。不过看到她眼中对自己日渐隆起肚子的喜爱，沈云轩的心里暖洋洋的，拉着她的手笑道：“你这眼睛真是越来越亮了，连我都能看得出你有多高兴。”皇后眯着眼睛看着她的肚子，似乎也忘记了刚才的怒气。你这肚子圆圆的，真像我当初怀朝阳时的样子，估计又是个公主吧？沈云轩笑了笑，没说话。皇后继续道：“如果是公主，那朝阳就不是最小的公主了，能有妹妹，她肯定会高兴的。”她的话里透露出满满的期待，甚至比沈云轩自己还要兴奋。两个人坐在一起聊着家常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暖的氛围。沈云轩看着皇后，忽然有些感叹，或许这宫中的温暖不一定都是来自皇帝，更多的是来自这份长久不变的友情与亲情。到了年底，系统又神秘失踪了几天，据说是去参加什么绩效评比了。沈云轩听说那叫年会，而且据说年会还有抽奖活动，系统还说这是他的大事，必须得去。宿主，我走了，这几天你自己都乖乖的哦，有什么问题就去系统商城兑换道具，别忘了哦。在临走之前，系统还特别叮嘱了一句。沈云轩捧着肚子，笑得有些得意。知道了，快去吧，记得回来拿个第一哦。今年任务完成的可不错呢。他不光完成了大量的主线任务，还做了大量支线的挣钱任务，特别是从李老板那里赚的那5000万两银子，让他的系统 KPI 直接飙升，完全没问题。系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我回来了，这次我又是第一，主系统还特别表扬我呢。由于宿主被评为年度最佳宿主，奖励积分1万。沈云轩听到这个消息，脸上的笑意愈发灿烂，果然是第1名，真是太厉害了。与此同时，锦城这边的生活也不轻松，他一边给2弟喂米糕，一边充当4弟5弟的和事佬，防止4弟被5弟坑去喝尿，又安慰着正在哭的6弟。等忙完这些，还得去找藏在柜子里的3弟。锦城忍不住叹了口气，生活不易，养孩子真是一项体力活。至于沈云轩，他当然没有忽视孩子们，而是正在经历一场不小的生产演出。经过了一个中式古代小时的演技发挥，他顺利迎来了自己的第7个孩子，锦瑟公主。不过这一次和以前不同，他并没有像其他时候那样安静地生下孩子，结果却天降神雷，一道紫色的闪电直接劈在了瑶光宫的房顶，震得宫殿都颤抖了3分。幸好没什么事，反倒是紫气东来，围绕在宫殿4周。沈云轩揉了揉额头，轻轻笑了笑，看来这孩子不简单。此时瑶光宫外，李君毅、皇后和太后几人都松了口气。刚才他们可亲眼见到天空中那团越来越浓的乌云，电闪雷鸣，紫色的闪电几乎要吞噬整个天空。还好这一劫过去了，雷电炸开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灾难，反而化作一团浓郁的紫气，像是为瑶光宫镀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。李君毅高兴地拍了拍手，好啊好啊，紫气东来，这可是天降祥瑞，真是太好了。3公主出生后和前几个哥哥们一样，皮肤白嫩，甚至比一般孩子还要更加水润，简直像是刚出锅的嫩豆腐，光泽感十足。太后看着她，脸上露出无比的慈爱笑容，连连点头，这孩子果然与众不同，气质非凡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生育1位公主，奖励龙凤丸1颗。沈云轩接过这颗龙凤丸，心里暗自思索，看来这颗药丸不只是治病的宝贝，似乎还有些其他的妙用。自从3公主出生后，后宫的气氛似乎变得更加欢快了。不知为何，嫔妃们都似乎比以前更加开心，尤其是各位嫔妃看着这个小公主，眼中充满了宠爱和喜爱。连大公主和2公主也变得特别亲近3公主，大家都争相送上珍贵的礼物，甚至约好了每5天就会轮流去看望这位小妹妹，陪她一起玩。快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大公主把一块金镶玉的小饰品递给3公主，这是我送给妹妹的生日礼物，希望你长得像爸爸一样聪明，像妈妈一样美丽。2公主笑嘻嘻的也递上一份礼物，妹妹要快快长大，我每天都想带你去宫外玩。这些礼物和关爱让沈云轩看得有些感慨，但他更高兴的是自己的孩子们能如此和谐的相处。看着眼前的欢声笑语，他知道自己的育儿大计成功了。不过3公主的未来肯定不会像其他公主那样平凡，她的出生注定要引来更多的关注，甚至连太后的眼神中也透着一股深藏的期许。沈云轩摸了摸肚子，心里默默想着，看来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会更多呀。大齐国雄踞4方，国力鼎盛，是周边各国中无可匹敌的存在。不仅如此，还带着几个附属国，那些国家要么像大月支那样悠久历史，文化璀璨，要么像南越那样地理优势得天独厚，还有虎视眈眈的蛮族，处处挑战国力的极限。而玉妃正是大月支的国色天香，从小就备受宠爱。嫁入大齐后，尽管才情出众，外貌也十分亮眼，但似乎始终无法为皇帝生下儿子，甚至连继位的公主都不多。李君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若说自己能力不弱，那为何这10年来后宫仅仅只诞生了2个公主？这也实在不符合帝王之气的设定。眼前一亮，李君毅忽然想起了一个中式古代问题，听说大月支盛产各种神秘药物，难道自己一直没能得子？难道是玉妃在暗地里搞鬼？他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强，气氛也随之变得敏感。回想过去的种种，
玉妃在她还未登基之前，的确对她非常宠爱，性格温顺，总是给自己送些汤水调养身体。现在仔细想来，是否有可能就是这些汤水中加入了什么秘药？李俊义脑中闪过这一个中式古代的念头，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要可能正是玉妃背后策划的工具，也可能是他背后的大月氏故意在作怪。毕竟大月之自古就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秘术和秘药，而玉妃恰恰来自这个国家，疑点重重。可是李俊义突然停顿了一下，转而笑了笑。现在遇到了轩儿，轩儿为我生了这么多皇子，地位已经稳如泰山，还让大齐有了名正言顺的储君。他不仅解决了后宫无子的难题，还让我的大齐国声威更加显赫。他捏紧拳头，眼中的锋芒一闪而过。所以现在玉妃的任务就变成了处处针对轩儿。他在朝堂上暗中操作，在后宫里使尽了绊子，简直无所不用其极。玉妃，你还是太低估我了。李俊义冷笑一声，眼神越发锐利。他虽然在宫中混了多年，但从未如此精准地洞察到自己身边人的阴谋。仅凭这一条线索，他已经可以推理出玉妃的种种阴谋手段，简直令他对自己脑袋的运转更加自信。突然，身旁传来了一个中式古代声音：“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陛下之所以不能生下儿子，都是玉妃在背后捣的鬼？”声音中带着些许惊愕。没错，宿主，准确地说是玉妃背后的大月之。李俊义愣了一下，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笑。原来如此。当皇后得知整件事情的真相后，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生气李俊义瞒着她，而是疑惑：陛下怎么找了这么多人来当演员？真的是一场大戏啊！李俊义其实也只是急于将大月之嫔妃企图弄乱后宫的事情揭露出去，好顺便借机对大月之下手。毕竟手中握有情报，总比没用的强。当沈云轩收到玉妃被判绞刑的消息时，系统也恰好发布了任务通知：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肃清整个后宫的敌人，清除恶意值100的嫔妃，奖励积分10万。任务奖励到账，沈云轩只觉得心里舒服极了。虽然这些风波总是不断，他总能从中分得点小利。不过金陵花蜜虽然依然热销，但热度早不如当初那么火爆。大家买了几次，脸色调养的差不多了，再买的动力就少了。所以他不得不想办法开辟新的收入来源。现在最迫切的事情是赶紧怀上下一胎，最好是龙凤胎。他的算盘打得响亮，于是李俊义又一次跟他过招到天明。沈云轩心情愉快地决定尝试龙凤丸这款必备良方。系统面板上更新了熟悉的字样：沈云轩孕于10月，龙凤胎。消息传来，贵妃怀孕的事再次成为宫中的头条。这一次后宫的气氛真是格外和谐。各位嫔妃们虽然都未曾怀孕，但都十分高兴，大家纷纷庆祝。毕竟贵妃的孩子数量实在让人羡慕，况且皇后也十分慷慨，每个人的分力都提高了。即使没有孩子，依然能从贵妃的孩子身上沾沾光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沈云轩施展了蛊惑人心技能，把所有嫔妃对他的好感值全都提升到100，大家都成了亲情状态，宫中的内斗彻底消失，简直是万无一失的局面。就在这一切显得如此美好的时候，燕王府却传来了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消息：沈如烟死了。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，沈云轩在原地愣了好久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他赶紧问玉珠：沈如烟到底是怎么死的？玉珠也觉得有些奇怪。燕王府说是燕王妃多年重病，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今年特别糟糕，昨夜突然去世。沈云轩听后心里泛起了疑云：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，燕王妃的病情严重早有预兆，这么突然的死因真的可信？李俊义的脸色一向严肃，这次更是沉着如山，一看就知道有事。沈云轩的心里不禁掀起了小波澜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沈晏殊的死背后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他本来还以为是燕王府的那些妾室们在暗中搞鬼，结果李俊义一番话下来，才意识到可能背后还有一股神秘势力。见他愁眉不展，李俊义忍不住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抚道：放心，朕一定会查个明白，给你一个公道。沈晏殊虽然该死，但毕竟是你的长姐，这事儿关乎你的尊严，朕怎么会袖手旁观？沈云轩点点头，心里却总觉得不太对劲，似乎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。而说到生孩子，沈云轩简直是得心应手，毕竟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了，经验可丰富得很，所以这次他反而没有半点紧张，反而满心期待。毕竟这次可是龙凤胎，真是让人兴奋。小景色站在瑶光宫外，看着人群熙熙攘攘的等待着，心里也有些不安。他蹑手蹑脚地问身边的宫女们，结果大家都一副躲闪的模样，没人肯说实话。他正琢磨着怎么把女儿送走时，忽然宫内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哭声，紧接着就是熟悉的天降祥瑞。这次并不像上次那样雷声轰鸣，而是彩霞漫天，光辉灿烂，简直美得不像话。沈云轩之前强烈要求的，果然是如愿以偿了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贵妃娘娘喜得一对龙凤胎。有人高声宣布。李俊义虽然知道沈云轩每次生产都特别顺利，但心里还是不免有些紧张，急忙进宫见到了自己的妻子，确认她一切安好后，才低头看向自己新生的儿子和女儿，眼中闪烁着无限的柔情和满足。李俊义抱着儿子，望着在贵妃怀里的女儿，心中一片欣慰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眼前凝聚。七皇子取名于串，四公主名为锦露。这一刻，他真心觉得
拥有这2个孩子，自己便是天下最幸福的人。沈云轩已经是9个孩子的母亲了，但她的身材依然像个刚出道的小姑娘，完全看不出来曾经经历过生育。后宫里的嫔妃们每天看到她，都忍不住小声讨论，纷纷想知道她如何保养自己的身材。沈云轩挑了挑眉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们是真的想知道吗？想像我一样永葆青春，窈窕动人？当然了，贵妃娘娘，您简直是我们大齐女性的典范啊！”听着他们一阵热烈的赞美，沈云轩心里暗笑，故作思考状，才慢慢开口：“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，我有一处秘方，特别有效，用了7天，身材自然恢复得很好。”宫女们眼睛一亮，纷纷涌上前：“娘娘，快说，在哪里能买到？”沈云轩故作为难的摆摆手，几乎是扭捏的说道：“哎，我也不想卖弄，好吧，既然你们这么热心，我就告诉你们，这个秘方是京城李老板花想容那儿的独门产品——九神清露丸。据说服用7天后，身形就会变得轻盈，长时间坚持，身材会更加窈窕。”他停了一下，见众人已经迫不及待，继续道：“说实话，本宫能保持如此身姿，9个孩子都不在话下，就是因为吃了这个丸药。李老板和我交情颇深，我们认识已久，他的药丸非常珍贵，每年都生产的很少，除了我和他自己，其他人想买可不容易。”他话音一落，宫女们简直急不可耐：“娘娘，快告诉我们，李老板那里现在有没有货？”沈云轩略作停顿，见大家已经完全被他吸引，立马补充：“李老板那儿货源紧张，谁抢到谁就幸运。你们要是有心，趁早去碰碰运气。”宫女们脸上露出如获至宝的表情，纷纷低头道谢，然后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瑶光宫，打算尽早去抢购。阿宁，阿宁，照你的办法果然有效。沈云轩回头对自己的小助手阿宁笑道：“他们一个个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争先恐后的跑去买药了。”“那是当然了，宿主，我这招可是试过无数次，绝对百发百中。”系统的声音带着一丝调皮：“放心吧，有你这个活招牌在，这款药的销量肯定会爆棚，保证你赚得盆满钵满。”沈云轩听了，心里乐开了花，想到这场营销马上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，心情大好。至于这9神清露丸究竟是什么，大家也不必知道，它不过是他从系统商城里换来的一个古代普通瘦身果罢了。沈云轩站在洛神秘的热销光环下，眉毛一挑，心里像装了一只打鼓的兔子，激动地想着：嘿，这次的瘦身果肯定也能火。有了上次贵妃娘娘的助攻，他信心满满。可系统偏不安分，冷冷的提醒：银子挣得太慢了，不如再炒高点价。通过贵妃娘娘这个活广告大赚一笔，天下女人谁不想像她一样，孩子一堆还苗条如初，这是天赐的带货女神啊！带货能力这词儿一出，沈云轩瞬间仿佛看到了现代网红的直播间。他笑着点点头，决定晚上穿上隐身斗篷，偷偷摸摸去见李青允谈合作。毕竟想发财得会聊老板。等到15那天，夜色如墨，李俊义正一个人躺在太极殿里打呼噜。沈云轩披上隐身斗篷，悄悄溜到了李青允的铺子。他一到，李老板乐得跟个偷到糖的小孩似的。哎呀，沈老板，自打跟贵妃合作，我这收益可翻了几番，钱都快堆满屋子了。说完，他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沈云轩，仿佛眼前的沈云轩不是人，而是摇钱树。李青允的野心还不止这些，他搓搓手说：“我正打算多开几家分店，京城太小了，咱们得把生意拓展到各个州城，唯一的麻烦是缺人手，这事还得让贵妃点头才行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沈云轩也是点头附议，心里盘算着：是啊，大齐这商业繁荣简直就是一片金矿，哪能放过？前阵子满月宴上，我跟各位嫔妃提了咱们的9神清露丸，听说他们都来找你买了吧？李老板瞬间像中了头彩，激动的一拍大腿：“来了，可不是嘛，沈老板，您就是咱们的顶级活广告，那些嫔妃一看您用了，都疯了一样过来加价抢购，简直要把我的铺子挤爆了。化妆品这行果然是暴利啊！”李老板感叹道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都有点控制不住笑意。沈云轩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心，虽然我们挣得多，但还是要小心，商业里可都是暗潮涌动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卷进去。李青云感同身受，点头如捣蒜，说得对，前些日子我已经遭过几次暗杀了，要不是我掏钱请了几个江湖高手护驾，恐怕我早就喂鱼了。他轻描淡写地说着，仿佛暗杀只是日常小插曲，还顺便提了几次泼脏水事件，比如有人说洛神秘用了会烂脸之类的传言。他笑道：“不过这些小场面我都搞定了。”沈云轩若有所思，郑重道：“日后要是真有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去找沈丞相或者传信到宫里，我一定帮你。”正说着，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，李老板出去查探一番，回来时身后跟了个小尾巴。沈云轩挑了挑眉，看到一个古代小姑娘跟着进来，心想：看来刚才这动静就是这丫头弄出来的。原来他刚才出去的时候，就瞧见这家酒楼的店小二和老板在对这个小姑娘穷追不舍，怒骂不已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小姑娘已经好几天没有饭吃了，于是只好偷偷跑到后厨去捡些剩余的饭菜吃。被李老板知道之后，随意给了他们一些钱，就将这个小姑娘给领回来了。李老板见这个小姑娘似乎是饿极了的样子，赶紧将桌上的一盘桂花糕和一点牛乳酥都递给她，柔声道：“饿坏了吧？快吃吧，
这里没有人骂你，你先吃饱了再说。那个小姑娘也很是机灵的样子，她小心翼翼地抬起头，对着二人甜甜一笑，谢谢你们，我叫乐竹。等到这个小姑娘吃的差不多了，李老板就开始问话了，乐竹，你是哪里人？怎么会饿成这个样子呢？你爹娘呢？他们都不管你吗？我找不到了，我们一家3口原本是上州人，但是那里之前发了洪水，我们的家被冲散了，我和爹娘就辗转来到了京城，结果却找不到他们了，我只好一边躲起来活下去，一边寻找着爹娘的消息，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还在京城，还是去了其他的地方。小乐竹抬起头，小脸上满是认真，姐姐，刚刚是你救了我，你就是我的主人了，以后我就当你的婢女，可以吗？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报答你的恩情，我只是想好好活下去，然后才能找到我的爹娘。李老板提议道，你认字吗？会算学吗？如果会的话，干脆我聘用你吧，这里也没有什么童工的法律，你就来当我的小助手。小乐竹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我可以跟着您做活吗？我认字的只是并不多，而且我爹就是账房先生，我会算学。看到乐竹这么高兴，自己也能帮上他，李老板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不过他又想到此事还得经过贵妃娘娘同意，就赶紧转过头来，不好意思道，抱歉，沈老板，应该先问您意思的，您看我可不可以收他当助手啊？这个小姑娘挺机灵的，也确实需要帮助。见沈老板也同意了，李老板和乐竹相视一眼，都笑。沈云轩和李老板刚商量完合作细节，准备打道回府，谁知一推开门，眼前一晃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。沈云轩定睛一瞧，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的那个面如冠玉、气质阴郁的家伙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燕王。一看到燕王，沈云轩心里立马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经过沈如烟离世那件事后，他早就把这位王爷列为头号危险人物，心里总是担忧这货什么时候会再搞出什么阴谋诡计。最让他郁闷的是，燕王到底是用了什么见鬼的手段，能悄无声息地干掉一个大活人。但今天他更好奇的是，燕王大半夜的鬼鬼祟祟跑来这地方，又是要见谁？难道是暗中搞什么交易？旁边的李老板发现贵妃娘娘神情有异，心里也是好奇的不行。他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看了一眼，悄悄问道，沈老板，刚才那人是谁啊？你们有仇吗？沈云轩压低声音，抿了抿嘴唇，他是燕王，咱们之前有过一些不愉快。他这个人不仅心狠手辣，还心眼比针尖还细，跟他打交道得处处留神。李老板听后一脸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。我听说燕王妃是贵妃娘娘您的亲姐姐，可燕王妃前阵子突然暴毙了，听说这燕王手脚不干净啊。说着，李老板偷偷从门后往外瞧，看到燕王进了隔壁的雅间。不久，又看到一个穿着打扮很奇怪的人进了同一间雅间。他皱了皱眉，心里像有只蚂蚁在挠痒，总觉得这装束在哪里见过。仔细一想，他猜到这人应该是大月支的使臣。沈云轩心里一紧，想起之前陛下就怀疑燕王跟大月支有勾结，没想到今天真被自己撞见了。他默默庆幸自己带了隐身斗篷，这下不用担心被发现了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穿上斗篷，悄悄溜进了雅间外偷听。里面传来的声音让沈云轩心头一震，下一片什么声音呢？燕王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急躁，要笑快要过去了，本王快压不住那些女人了，要是这些暗卫侧妃泄露了消息，咱们都得完蛋。沈云轩一听，眼睛猛然睁大，心跳都快漏了一拍。果然，皇上赐给燕王的那10个暗卫侧妃是被大月支的密钥控制了。使臣哈哈一笑，燕王殿下多虑了，咱们可是同一个目标啊，日后事成了，咱们还能分疆而治，妥妥的友好邻邦呢。燕王冷冷瞥了他一眼，是吗？你们要是再这么懒散，本王可不介意换个盟友。大启周边的附属国不止你们大月支一个，西北那帮蛮族正盯着这机会，指不定他们更需要我这个好兄弟呢。沈云轩在隐身斗篷里默默捏了捏拳头，他总算看明白了，燕王已经彻底站到了叛徒的队伍里，心里记下了每句话，准备回去全盘托出。这时，燕王若有所思地垂下眼睑，忽然开口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本王需要一种密钥。”使臣眼神一亮，赶紧问道：“哦，什么药？只要我们大月支有的，国主肯定不会小气。”燕王顿了顿，语气微微一沉：“能生儿子的。”这一句话说的燕王简直都带了点悲凉。他心里苦，曾经嘲笑他皇兄生不出皇子，心想自己将来能轻松接班，结果谁能想到风水轮流转，轮到自己头秃了。如今生儿子成了他的心病。使臣眼珠转了转，心里暗笑，虽然他们有这种药，但轻易可不能送出去。燕王想要的越多，他们就得要更多的回报，怎么能便宜他呢？沈云轩在旁边偷听得清楚，心里也冒出个坏主意。他压低声音对系统阿宁说：“阿宁，他们的大月是密钥，真的能生儿子吗？”宿主请放心，你之前已经给他喂了生女丸，这辈子就算他喝遍天下灵药，也生不出个儿子来。沈云轩点点头，脑袋里顿时冒出个更刺激的念头：嘿，我干脆把他们的大月氏密钥换成不举丸怎么样？阿宁惊讶了一下，立刻响应：宿主妙啊！这样他真就彻底歇了。沈云轩偷笑着，默默决定今晚的操作计划。等到燕王和使臣结束谈话离开后，沈云轩悄悄溜了出去，回到宫里，还躺在床上想着这出好戏。等到了第二天，他将这一切如实告诉了陈福全，
让他赶紧通报给皇上。当李君毅得知自己的亲弟弟竟然勾结大月支，准备造反时，胸口的怒火直烧得他双眼冒火。燕王作为大齐的王爷，竟然为了权力不择手段，简直丧心病狂。他立刻传旨，命人召见沈云轩和相关人员到太极殿。经过几个夜晚的暗中观察，他们终于查明了燕王把那10个暗卫侧妃关押的地方。显然，燕王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尾巴已经被悄悄拉出来了。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沈云轩一行人决定直接行动。请示过皇上之后，选了一个风高夜黑的夜晚，果断出击。显然，这时候天色越黑，他们的行动就越隐秘了。然而，当燕王正得意洋洋地拿着从大月支国主那儿获得的一批神秘新药，准备给这些不省心的女子们调理调理时，他推开门的一刹那，整个人愣住了。空荡荡的房间连个人影都没有，那些他安排在此地的守卫们正躺在地上打着呼噜，显然是被什么特殊手段搞定了。燕王心中一紧，忍不住皱起眉，怎么回事？难道皇上的人早就摸清了这里的位置？可这地方偏僻得很，我又很少来，怎么可能？难道是有内奸？他瞪大了眼睛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，心中一阵疑惑。谁能想到这一切都在沈云轩的巧妙布局之中。沈云轩按了按自己身上某些酸痛的部位，毫不犹豫地点开了多胞胎丸的使用按钮。一瞬间，系统的属性面板上出现了一条信息：沈云轩，状态孕于10月。他摸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，心里满是满足感。是的，孩子们已经跑去众华宫学习了，景色也四处乱窜，剩下初皇和景洪守着他。但如今他又怀上了一个小宝贝，家里的人将会更加热闹。想到再过1个月，皇上就会收到自己怀孕的消息，他不禁抑制不住嘴角的笑意。德妃看到他的表情，笑着打趣道：“这回可真是多亏了贵妃的好主意，我这要吃了，效果杠杠的。”丽妃也疯狂地点头，对，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盯着花想容的李老板呢。他的酒神青露丸一上架就得限量出售，每次只限30份。我当初也等了1个月，终于抢到了，结果吃了就这样。沈云轩笑得偷偷摸摸，心里感叹：李老板真的是个商业奇才，他不仅把药卖的。1个月后，皇帝李君毅发布了一道震惊四方的诏令，朕正在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，国主心里一紧，感觉有点不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要动手收拾谁？莫等他想清楚，前线的将军急匆匆地送来一份警报：大齐已派兵驻扎在我们附近，似乎要宣战。国主瞬间炸了，啥？宣战？突然，大齐皇帝是不是被我写的性气的头发都竖起来了？要知道，天子一怒，简直是地动山摇，血流成河。大齐的这种震慑力，简直是用来教训周边国家的。结果，大月支也不例外，3个月不到就被李君毅压得连渣都不剩。就在沈云轩在瑶光宫里安静生产的时候，李君毅却正焦急地等着那个大好字。突然，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宫中的宁静。紧接着，急报传来，将军大胜，已经灭了大月支。李君毅哈哈大笑，心情瞬间变得爆棚。好，太好了，朕要好好犒赏3军。这一天真是双喜临门，轩儿在生孩子，而自己也得到了胜利的捷报，简直完美的像是上天赐予的一场盛宴。想到这里，李君毅决定大赦天下。这次的大赦不仅仅是因为轩儿又给我添了个儿子，而是为了庆祝这场大胜，真是举国同庆。瑶光宫里接连不断的婴儿啼哭声让李君毅听得有些发懵，他一时间竟无法分清到底有多少孩子诞生了。宫内侍卫走进来，恭喜道：“恭喜皇上，贵妃娘娘生了4位皇子，3位公主，7胞胎，史无前例啊！”李君毅不敢相信，雪儿居然一口气生了7个孩子。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后宫变得超级壮大，仿佛自己的孩子瞬间多了1倍。这些孩子不仅数量惊人，个个聪明的让人啧舌，现在就连初皇和景洪已经开始背诗读书了，俨然是小小的学霸了。李君毅急忙进瑶光宫去看看这意外的惊喜，7个小宝贝，个个萌得不得了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，脑海中仿佛放起了烟花，任务完成，恭喜多添7个小王子和公主，奖励双倍积分。系统的任务完成度简直是越来越高了，生子任务、挣钱任务都顺利完成，指日可待的升4级让他的系统也感到兴奋异常。而小小的景晨虽然现在还只是个稚嫩的小孩，但从他那深邃的眼神里已经能看出李君毅的气质，那种不可一世、令人畏惧的帝王气场。不过面对自己的父母和弟弟妹妹，他又展现出无比温和的一面，完全就是个小帝王的样子。沈云轩不禁忍俊不禁，果然谁养的孩子像谁，看来我和李君毅真是基因强大啊。李君毅派遣的将军们简直如同战场上的超级快递员，带着大齐的士兵们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大月支这个国家给攻占了。至于大月支的国主和其他皇室成员，那些原本得意洋洋的人物纷纷自缢，似乎决定给自己一个体面的结局。就在孩子们满月的那一天，李君毅发布了圣旨，宣布大赦天下，且特意册封沈云轩为皇贵妃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臣意贵妃沈氏贤良淑德，侍奉有功，子嗣旺盛，太子生母，实乃大启福星，
则册封为陈义皇贵妃。钦此。按照常理来说，皇后和皇帝的身体状况都没有问题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册封皇贵妃呢？毕竟这位置向来不容易晋升。然而现如今，后宫的第一人显然已经是皇贵妃沈云轩了。不管如何，李君毅也得看他的脸色，毕竟他掌管着一群个头超大、天天闹腾的孩子。傍晚时分，李君毅兴高采烈地提着2篮贡橘过来了。这可是冬天的贡品，橘子大得像乒乓球，圆得像铜铃，吃上一口甜得让人心情瞬间变好，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这是刚送上的贡橘，正想着冬天水果不如夏天丰富，但冬天的橘子格外甜，带来了让你尝尝。李君毅看着沈云轩吃得开心，自己也十分满足。他这心情自然是爽得不行，毕竟不仅孩子们顺利出生，自己还收获了一个大胜的消息，真是双喜临门。